这个下面是养什么的？刚才螃蟹、鲳、螃蟹跟鲳。这次过来莆田拍摄呢，就是有2个原因。第一，当然是因为这边哇，好吃东西很多啊，对不对？这边螃蟹，远处蛏子，好多好东西吃。第2个原因是，这次过来是有人给钱我们，请我们过来。没错，我们在恰饭。OK， 那他给钱我们过来拍什么呢？拍家餐厅吗？No。拍家酒店吗 ？No。那他推广莆田的什么呢？他推广的莆田的莆田。这位金主叔叔他觉得他的家乡莆田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值得让全世界、全宇宙的人都看到莆田。于是他把我们抓了过来。这样子的金主爸爸，我喜欢。那究竟这次我在莆田能吃到什么好东西呢？找他再说好吧。我是在莆田长大的，20年前吧，去到新加坡，在新加坡生活了一段时间，就觉得最鲜念的就是街鲜的这个味道吧。小时候其实莆田是一个比较落后的一个城市吧，我们记忆中的美食都是过年过节的那个时候才会做的菜肴吧，所以可能也因为这个缘故，莆田人对莆田街鲜的这些菜都特别有感情。我是特别注重在这个街鲜文化、街鲜菜肴的一个推广上，确切是因为这个情怀，让我没有太在乎那个利益，还效益。莆田的扁食，我可以这样说吧，这个燕皮的工艺一定不是来自于莆田民间的，我相信它一定是一个宫廷的一个手工一个传承，因为莆田曾经出了很多的宰相，甚至是梅妃都是莆田人。把肉做成皮，再包着馅儿，是这个意思吗？对，也就是肉包肉。这个燕皮所用的肉一定是新鲜肉。夏天的话3到4个小时，冬天的话可能4到5个小时、6个小时。杀完到这里。对。这碗难点我那个帮你煮一下。这个肉软软的。软软的。是的，新鲜的，刚杀出来的，这才是它的。就是里面血管少的，纤维就是筋道少的，所以说一头猪里面只有后腿还有里脊肉一点才能用。是啊，里脊肉，所以非常好的肉才能做的。你看每一块都是很软性的。我们要的是那新鲜猪肉里那种粘性嘛，没有粘性它就打不了皮的。就它不能变白色，它变白色就是不新鲜的。现在这个皮打出来就不好，那是不行，我们都咔嚓就揪下。全瘦肉，这白肉一点回标都不能。打皮的时候是纯瘦肉，但是馅料里面就必须要有一些瘦跟肥掺在一起，大概比例应该是3:7，这个搭配起来的口感会更好啊。这个馅料只有一个葱啊，葱我们都会选一些小葱，那个鲜味特别好。主要是燕皮扁食容易，做馅的话包很容易啊。一个扁食的皮就花这么多精力，是吧？所以是，真的是。其实它就是把瘦肉打成泥之后，有不同的工具把它打成越来越薄，每一次都会把它摊得更薄。因为第一步要决定它这个品质，就是变成皮的品质。如果第一步没有做好的话，后面就是前功尽弃，全部包革，这张皮会报废掉。一张皮好不好啊，靠着它师傅的一个手感跟眼感。看他们在挥棍，其实他们在按摩它，他不是看他拿一个棍要打他的样子，其实是落下去的那个瞬间，他是按摩的，慢慢把肉往前推，内力打到里面去，哇！他这个不一样，你看他现在是红的，他是粉是一点一点的吃进去的，而不是一次性把它吃。它要一层一层把它变得更薄了，然后肉跟粉的比例变得很切然了。
啊，它才会成为一张纸，最终出来是一张纸，木薯粉。所以这个燕皮的皮是有瘦肉跟这个木薯粉混合在一起，但是这个混合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工艺，不简单呐。小吃花费了大功夫。对，好，尝一个，各位我不客气了。好吃。皮中带着 Q 度，而且那个皮它不散的，真的像一张纸一样的那种。您说对了。但是带着 Q 度，然后里面的肉有点小的咬劲，咸咸的。里面的肉其实就很像我们经常吃到的馄饨那种了，对。但是那个皮实在是精彩，滑薄爽口，别的地方没有吃到过这种东西。老百姓街里是做不出这个皮的。你怎么说？他这个工艺一定是一个大师的工艺，在这个城市里面，就是有一些工艺人，他专做这个燕皮的，一代一代传下来。那我们顶多就是买了皮回去包。所以恰好你说的燕皮就应了那句话了，昔日王谢庭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现在就几块，这多少钱一碗？墨水啊？没有，掏书包。提到新华米粉，我说我们最骄傲的就是说，莆田人真的是用米来做的米粉。现在太多的米粉都是用淀粉来掺的，淀粉因为可能第一便宜吧，成本低；第二淀粉的制作工艺比较简单，因为用米做的米粉是太难做，因为它是考工艺的，你工艺不好，而且你的也是材料有点问题，它就做不出这种米粉。这就是传统的这个糙米，那个连掺里面这个存放的2到3年啊，米果这一块是比较合适的。存放之后呢，相对来说这个水分比较干一点，然后我们做这个米粉这一块比较松软。对，不像我们那个刚刚新收的那个稻谷比较太水分太高了一点，太软。如果我们做米果就太黏了。米粉为什么说要100%做出来的才好吃的？它柔软，它不会有那个塑胶感，硬的。我们作为莆田人，从小吃米粉长大，我们知道这个米粉一放到嘴巴里面就知道它的这个成分是怎么样子的。所以这点我真心觉得他们不容易，成本高了，是吗？而且工艺也挑战大了。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成型的这个米粉了。哇！现在就看这个韧劲，如果说这容易断的话，那就不对了。这个细炉是0.2几毫米，哇，全部粘在一起的，那就不行了，米太软了。所以说这个在配方方面也要松软，不能太硬，不能太松。如果太硬的话，它也会断条。不好的大米，如果说就断条了。基本上保留的传统的工艺，就是这些机械设备改良，然后我们这个风干改良的。其实这些传统工艺还是保留的。这是以前做小生意的人，穿街走线的时候，肚子饿的时候，他一定会带着这个米粉在自己的那个行囊里面，然后去到哪里都是讨了一些开水，冲一些米粉就可以吃了。豆浆炒米粉，这种吃法很新鲜哦。我们这里的特色。要来尝的哈。这位是你们老韩江了，这位是大老板，你看，大老板，你看他的东西你就知道了。你看他的芥蓝，这个芥蓝菜，就莆田本地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菜。我们的芥蓝一点苦味都没有，没有涩味，没有。甜味做汤可以吃的。哦，你看看。第二个，我对他这个店印象最深的就非常干净。哦，是哦。小吃店这个很重要，代表老板的一个态度啊。
我是把这里当做街里医院，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进来吃就像回家的回家的感觉。对一样。那我先回家了啊，不跟你说了。亲近。行，这个是豆腐丸，豆腐能做丸子。对，豆腐丸子真好吃。我们每个城市都有做豆腐的人嘛。嗯哼。那这个做豆腐的人都是半夜开始做豆腐的，就是凌晨，等到他豆花水出来的时候，也是差不多凌晨4、5点的时候，肚子饿了。差不多。新化米粉是最早的这个快手米粉嘛，他就放一个，然后这个豆浆灌进来就可以了，热热的，就给自己填一个肚子。早餐就是从这里来了。那现在后来生活改善之后，就开始了拿来炒啊。哇，这个它细的像现在没有那种食材了，以前有的叫做发菜啊，它那种细致的口感，就是说很浓味的那种豆子的香味能够加在里面，就变成了一种很特殊的调味。它不是纯粹的说咸啊甜啊，不是那种，对，很特殊的香味。城市也很温柔，人也很温柔，吃的东西也很温柔，这是个很温柔的早晨。要多吃一点。好，要配个汤是吧？豆腐丸是一个特色。哦，是豆的甜味，外面应该是也是地瓜皮。这个有意思，本来以为早上吃肉丸，我说我吃不下了，结果豆腐温柔啊，温柔的一顿早餐呢，舒服。温柔的帮夫带我这个温柔的早餐。你也变得温柔了。我在讲话了已经。还得谢谢你呀。不了，你祝福。谢妹姐，谢妹姐，谢谢你，感谢你们啊。好吃，真的好吃的，谢谢。这个以前是什么地方啊？以前这个我告诉你，像这种的房子，在整100年前就包红砖的房子。这个红砖啊，这种的砖，我们叫5斤砖，就是一个大概是5斤重。然后这个石头你看会用手工打成这么细，一点一了它弄出来。你看这个缝，可能就是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很多人不懂得去看这些东西，去欣赏它的美。对，那这种的话，其实才是真正的一个地方的一个传承的一个标号符号。因为有些东西，建筑、美食、语言都是能留得下传统。整100年前的韩江，其实已经非常繁荣了。这条街进去，其实这些房子都是非常不错的。韩江是一个小上海的称呼。小上海啊，为什么呢？它有码头嘛，韩江我们有码头，早期都是用码头来交易嘛。对，比如说把这里的龙眼干就桂圆啊，莆田的桂圆就从韩江这里，然后从这个韩江的口岸运去上海，运去北方城市。在这个时代，它这个优势已经逐渐减弱，船运不吃香了啊。所以我每次回来都喜欢在这些老街走走，啊。然后你似乎会时空穿越的，哎呀，就去感觉到那个时候，整100年前的韩江的，像这种江南式的建筑了。为什么有这个美人靠江南式的建筑呢？这个就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交融嘛。这些做生意的人去到苏州了，他觉得苏州的漂亮哎，然后就把他的一些元素给它植入了。这是讲冇啦，那叫我是那个破樓啦，破樓你講大手呀，來得閒幾好嘅。这个就铺位了，铺位门板。但是真的能看到一些旧时候，您说100年好，几十年好，对，那时候一些痕迹。对于这个城市的这些历史一定要保护。然后它才有一个城市的味道，否则的话，你高楼大厦太容易盖了。对啊，有钱就可以盖了。我去北上广深看高楼好了，对不对？我为什么要来这边呢？给我留下最震撼的是钱币上的那些陶瓷。对哦。整100年的那些瓷砖，一点都不褪色，而且这个瓷砖就是南岩的瓷砖。是不是莆田这边、韩江这边人都是说有一种往外奔、往外跑？往外谋生的这样它的前因是因为早期这里太贫穷了。我们有一句小时候俗语叫“街贫只读书”啊，所以莆田出了很多的
那些科举的那些人才，就是因为太落后了。然后地瘦、重、松柏，土地不需要你太肥呀，随便哪里都可以种得起来。大多数的莆田的，不管商人也好，成功的商人也好，还是哪怕就是做到高官退休的也好，都一定会回到莆田。就这片土地有它的神奇之处，所以说它的城市底蕴一定是不一样的，它才会吸引了这么多人。哪怕外面冲、外面拼到一定程度了，他就回来了。莆田这么大呢，为什么只是尖口的海蛎特别好？所以其实它是第一是品种，它是一个那个珠蚝。第二就是这个地段的海水，它的海水咸度是最适合来养这个海蛎的，就是没有其他的食材有它那么鲜美。地方的特色，这个就是山上下来的淡水融合，这个有3道港湾，都是从山上下来的水，对我们这个位置，对着它一交融合，对我们这个，你换了别的地方，它就没有这种口感。这样交融它会产生那个微生物比较多嘛啊，海蛎它就是吃天然的，就是吃微生物，这就是我们地方的特色，你换了一个地方也没有。你看，就这个已经是不像是在，哦呦，所以这边的这种海蛎就这么小一只的吗？只能这么小一只的？就这么小。它达到生吃的标准吗？这边的？我们没有鼓励大家去生吃，但是传统上，我们莆田当地就是把它煮成，海蛎煎，或是海蛎汤，这2个是最经典的哈。对。别说这个真的有诱人的，它这个水滴这种感觉。就是，哎呀，我拉肚子找你啊，各位，我看一下。拉肚子当减肥了。等一下啊，等一下，你看看，是不是？那种海水咸味一过去之后，甜味全出来。鲜甜。但是再来个。哎呀，你看，好气！你看啊，因为它这个。真的只能用4个字来形容，叫垂涎欲滴。说的不仅是我的口水，你包括你看这一滴，哦，好嗨哦，感觉人生。看到美食当天，其实我刚才我第一个吃快了，滚，它太滑了，它往下走自己。猪八戒吃人参果这样子，一下没尝起来，没了。这个我慢慢再尝一下。哇，好咸！太好了，来了。当初刚才让等一下，就这样子。对。它的口腔里面的那个海水跟海鲜的鲜味已经融在一起了，漂亮了，后面很舒服了，因为那种海水味成为了最好的调味品。对，你说你吃的生蚝，它的整个味道的这个浓度啊，没有这么浓，没有，是吧？国家这个政府对生态的治理已经看到了，我们在这个前线是看到它的效果了，所以海水干净。可以吃的，太甜了。但是你不，没事，我 OK 的，我 OK 的，我不帮你保险，好不好？我保险，我自己搞定，我自己保定。其实我们当地人都知道，这个1碗海蛎汤，它对一个男人来讲是太重要的事了，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很贵的、一个补身的一个食材。对，我们现在发现这个海水要多滴几点，海水稍微少一点，它的更好。碰下杯，来，干杯 ，Cheers。
绝对的新鲜，绝对的压米，好吃。就是一个农村的一个，我们生长就在农村里面嘛。那农村里面就是农民的收成吧，他种的农作物也好啊，他捕捞的这些海产品也好啊，我们还是注重它的原材料。那你说农民会有多好的厨艺？真没有，那只能把食材选好，让食材原味来体现。方叔的说法说，哎，这边东西好吃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根好，什么根呢？就是食材好，食材好，于是食物好吃。同样是这个根字，我觉得在方叔的身上也有所体现，因为他也是在海外的旅居很多年了，有他自己的物业，有自己的生意，但是对他来说，莆田这才是我的家乡，所以他是有义务把家乡的好东西让更多的人知道，因为他是根植于此。话说回来，其实每个人都有这种的思乡的情节。在看视频的你，离开了家乡有多久呢？你的家乡有什么好东西呢？评论弹幕告诉我们，说不定下次就会去到你的家乡，为你解一解你的乡愁。最后请记住，姚大秋是要带你吃下全世界的人。我们小时候那个中午放学回来，那个阿妈给我们的第一个点心一定是那个米粉，然后把汤里就是锅里面的那个煮粥的那个鹌嘛，灌一点进去。那这个就是从小我们就这样子吃法。人的情怀情节，就像说很多人说妈妈的东西永远是最好吃的，你吃了一辈子，你还是觉得妈妈的哪些才是最好的。我觉得人都是这样子吧，特别你离开家乡之后的那个感觉，那就更不一样了。就去到新加坡，你一直在怀念家乡的这个味道的时候，我们有这个职责要把家乡的这个菜给它发扬光大。就爱家乡。